我是家里最丑的小孩。姐姐把全家合影发到朋友圈，有人评论：你妹不是亲生的吧？怎么跟你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妈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，我爸也是个英俊小伙。我哥和我姐是龙凤胎，出生时因为长得好看，轰动了整座医院，所以在意外怀上我的时候，人们都劝我妈留下，老大老二长得漂亮，老三必定也不差。可是我让所有人失望了，我的脸型、长相、肤色完美避开了父母的所有优点，我是家里最丑的人。小孩子是不懂得掩饰喜恶的，打小所有亲戚家的孩子都不爱跟我玩。至于爸妈，他们自诩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不会因为颜值偏爱任何一个儿女。但是出门逛街，我妈永远只会跟我姐并排而行。我如果主动挽着她，她不会立刻喝止，但几分钟后会不经意把我的手拨开。甚至连读书的天分好像都是哥哥姐姐多占一些。杨锦和杨瑜不费吹灰之力就考上985，我却连初中重点班都进不去。哥哥姐姐的升学宴上，我爸喝高了，当着众人的面感慨，要是只生小锦和小瑜就好了，可惜还有个小柯。在场的亲戚纷纷露出赞同的表情，我如坐针毡。现在我已经忘记当年只有13岁的我是怎么应付完这场宴会的。事后我爸自知失言，郑重跟我道歉，是爸爸表达有误。小柯，你别往心里去，爸爸是想说，高三不止苦学生，更熬家长。小锦和小瑜考上了大学，但我不能松懈，还得栽培你，任重而道远啊。锦瑜的本意都是美玉，而柯是像玉的白色石头。你看，有文化的爸妈就连起名字都别有深意，道歉的理由更是信手拈来。我装作不以为意的样子，我知道爸爸不是有意的，不是有意，把真心话说出来而已。我15岁时，爸妈银婚纪念日去拍全家福写真，杨瑜就着摄影师的相机拍了张图，发到朋友圈，配文一家5口，幸福4季。短短几分钟，收到几十条评论。我坐在他旁边，看得一目了然。评论最多的是叔叔阿姨都很有气质，其次多的是你哥真帅，单身吗？还有人说你妹是抱来的，跟全家人都不是一个画风。之前你说你妹长得丑，哥们还以为你谦虚，原来真不是谦虚啊。照相馆里，爸妈还在跟杨锦商量要不要换个场景，再拍一套。我余光看到杨瑜撇了撇嘴，把那个人拉黑，但他转过头，对上我的目光，什么都没说。不过好像他也确实不需要解释什么，他妹妹长得不好看是公认的事实，就好像地球是圆的一样，为这种事跟人辩驳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但内心深处我还是有一点失落的，哪怕姐姐能帮我说句话呢。我读高3那年，杨锦带女朋友回家见爸妈，甚至没有人想到通知我。那会儿我住校，因病提前回家，恰好撞上了未来嫂子苏月到家做客。看得出来苏月很惊讶，她立刻就捏了杨锦一把，你平时妹妹长妹妹短都没说明白，你有2个妹妹。杨锦立刻解释，杨科学校管得严，几个月才回家一次，这不
怕耽误她学习，没叫她回家。我妈顺势笑道，这样也能碰上，可见小柯跟月月有缘分。我的那句妈我肚子疼默默吞了下去，只好顶着一张憔悴浮肿的脸，坐到妆容精致的杨鱼旁边。哪怕没有镜子，我也知道对比一定很惨烈。趁着苏月去洗手间，我小声跟我妈说，妈，我肚子疼了2天，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？我妈瞪我一眼，生病也不挑个时候，你哥女朋友上门，多大的事，谁有功夫带你看病？我咬下嘴唇，要不我回房间躺一躺也行，别没礼貌了，想让人家以为我们没家教吗？苏月是杨锦的校友，虽然容貌没有杨锦亮眼，但她家境优越，知书达理，所以我爸妈对她是赞不绝口。终于结束了这次应酬，杨锦送苏月出门，杨瑜开始一件件翻看苏月带来的礼品。爸妈激烈讨论苏月老家跟我们相隔千里，到底构不构成问题，好像没人记得我说难受。终于杨锦回来了，他刚开车送苏月回家，正欲脱外套，看到了我，皱眉，杨科，需要我载你去医院吗？话虽如此，他却一把将车钥匙丢进玄关的收纳筐，又开始换鞋，这显然是不打算再出门的样子。我揉了揉腹部，疼痛的感觉已经变得麻木了，似乎不需要大费周章去医院。虽然我清晰地记得杨瑜从前痛经，我妈带她看遍了本市的中医，杨瑜怕苦，不愿吃药，我妈耐心哄她，乖，身体是自己的，调理好了，一辈子不难受。假如我妈对我有对杨瑜一半的细心，也许我就可以早些确诊慢性阑尾炎，也不必手术了。苏月听说我生病，专程来看我，她礼节很周到，给我补送了见面礼。杨锦在她的注视下，冲我讪讪一笑，这是赖我，把你和杨瑜混着叫妹妹，所以苏月误会我只有一个妹妹。我心知肚明，杨锦恐怕是根本没怎么提到过我，而全家人都没主动纠正苏月的误解，更是很能说明问题。虽然我在家是个小透明，但苏月送我的礼物显然花了心思，居然是一套祛痘的水乳，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国产牌子。苏月关切地说，我看你长痘蛮严重，这个牌子是我邻居家妹妹推荐的，你别看它包装很丑，但亲测好用。杨锦吃了一声，你就爱搞这些稀奇古怪的，他读高3呢，别老让他分心。苏月却不赞同，每天花5分钟洗脸涂乳液，就能分心吗？治好了痘痘，心情好，读书效率更高，也许是体质的原因。杨瑜肌肤细腻如玉，而我的额头上常年冒痘，我不得不剪厚厚的齐刘海来遮挡。苏月的礼物虽然听上去不太传统，但它是我需要的，我诚恳地向她道谢。苏月对我的特别关照引发了杨瑜的情绪，毕竟从小到大，她才是那个万众瞩目的公主。不过在查到那套水乳的价格后，杨瑜就只吐槽了一句，200块钱的东西，杨科你也敢往脸上用？不是说苏月是个富家小姐吗？这么廉价的东西她也拿得出手。我小心翼翼地把瓶子从杨瑜手里接过来，心中暗想，至少苏月比你这个姐姐要关心我。这套水乳虽然价廉，但是物美，坚持用了2个月，闭口居然全好了。我破天荒剪了个斜刘海，露出额头和眉眼，虽然五官还是处处有瑕疵，但至少我敢对人笑了。我妈是商务礼仪培训师，平时杨瑜换个腮红，我妈都能看出来。母女2个还会探讨上妆的手法，但我的刘海剪了3天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。我还是心存侥幸的，我主动问妈，
你看我有没有哪里不一样？然后被推开了。我妈一脸烦躁，给你姐找的那个工作有点悬。我正发愁想办法。你别吵吵。杨锦读商科，毕业后在自家公司帮忙。杨于大学读的是播音与主持艺术，毕业后考公考编都失败了，去企业又不甘心。我妈一直在托关系，帮她找电视台的工作。我顿时失去了跟家人分享的心情。从那之后，我似乎再没有主动跟他们说过任何事，连一模二模的成绩，他们不问，我就不说。也许真的是我运气好，高考我超常发挥，居然也考上一所挺有名气的学校。客观来讲，甚至比杨于杨锦的学校更优秀一点。在我们这个地方，考上大学是件值得庆贺的事，大多数人家都会办升学宴，请亲朋好友沾沾喜气。我以为寒窗苦读12年，起码我也值得拥有一个升学宴，但我妈畏难地跟我商量，小柯，要不咱别办了。理由呢？小鱼毕业1年都没找到工作，咱们办事，亲戚都来，问起这事，小鱼怕丢人，心情该更糟糕了。你体谅体谅你姐姐。我沉默良久，没有说话。我体谅姐姐，姐姐体谅我吗？这个本应潇洒快活的暑假，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如常参加同学们的升学宴，并且在同学们问我的时候，撒谎说我爸妈还在选日子，临近8月底，眼看是不能再拖了。我每天发愁该怎么圆谎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妈告诉我，她决定给我办升学宴。我欣喜若狂，同时也很好奇，不是说为了顾及姐姐的心情，我不可以办升学宴吗？你姐姐工作找好了，她不用担心被人家说闲话了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我妈花了多少力气才把杨鱼塞进电视台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能有升学宴总是好的。我没几件适合露脸的衣服，反而是杨鱼，因为读播音主持专业，买了很多礼服。妈妈想让我借一件姐姐的旧衣服来穿，我却偏生执拗起来，要花钱买件新的。最后软磨硬泡，我买了一件白色直筒连衣裙。回到家里，却看到杨鱼身穿同色的镂空修身鱼尾裙。对镜自照，她揪着裙子的腰身，自我评价还行，不用收腰。我明天就穿这件。裙子既张扬又妩媚，将她前凸后翘的身材勾勒到完美。一直以来，在光彩夺目的姐姐面前，我都是相形见绌的。但此刻，自卑到达了顶峰。我捏紧了手里衣服的包装袋，好像这样就可以握住我最后的尊严。我试探着问，姐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，你明天可不可以别穿这件衣服？为什么？在杨鱼凌厉的目光中，我硬着头皮说，他有点喧宾夺主，你穿成这样，大家都会看你的。但这是我的升学宴。我越说越没底气，好像犯了错的小孩。杨鱼突然就笑了，然后他优雅地拿食指沾了沾眼角笑出来的泪，款款走过来，推着我肩膀，让我站到他的衣柜前。他指着一排5颜6色琳琅满目的礼服，说，你不是想让我换件衣服吗？我衣服都在这儿，你随便挑。自从姐姐赋闲在家，脾气就变得有点古怪，谁都不敢惹她，因为惹了她，她一定会加倍讨回来。她嘴皮子又利索，能刺得人浑身难受。我怕她生气，赶紧说，姐，你不换也行。换啊，为什么不换？杨鱼以一种天经地义的口吻不屑道，不过我话撂这儿，不管我穿什么，所有人都只会看我。杨科，你信不信，哪怕我穿一条破布，所有人也只会看我，不会看你。
我和杨瑜年龄差了5岁，所以寻常人家里姐妹争嘴的场景，在我家几乎没有出现过。高傲的天鹅怎么会与平凡的麻雀一较高下？在杨瑜对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但眼泪率先一步夺眶而出。杨瑜摔下一句矫情，松开按住我肩膀的手，一脸厌恶地换鞋出门。明明是杨瑜冲我发脾气，我妈念叨的人却是我。你姐打扮得好看，也是给你长脸，她非得穿得破破烂烂你才高兴，心眼儿这么小。这件事当真是我做错了吗？我有些怀疑自己，可是还是忍不住反驳。吃喜酒的时候，伴娘也不会打扮得比新娘隆重。我妈显然莫料到她闷葫芦一样的小女儿居然也会顶嘴。为了息事宁人，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。行了，升学宴不给你办，你不高兴，给你办，你又多事，再啰嗦，干脆别办，大家清静。至此，这次我期盼了2个月的升学宴，我已经不想参加了。但是我已经欢天喜地通知到了我所有的老师和要好的同学，肯定不能临时取消。这个晚上，我几乎没怎么睡着。翌日，宴会现场，杨瑜说的没有错，只要有他在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为他停留。甚至那个隐约与我互有好感的同桌詹成，在看到杨瑜时，足足愣了3秒。他跟他打招呼的时候，耳根红了。在迎上我目光的时候，詹成有一瞬间的怔忡。看，再怎么说，有趣的心灵很重要，美丽的皮囊总会夺人眼光。曾经，繁重的课业压力下，我也设想过，假如都考上心仪的大学，我们的关系会不会更推进一步？此刻，少女那点子旖旎的心思当然无踪。我木然地站在洗手间的化妆镜前，悲哀地想，对于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孩来讲，有一个出尘脱俗的姐姐，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？可是鬼使神差的闪出一个念头，既然躲不掉姐姐，那就跟她靠近一些好了。我把心一横，转身出去，主动去挽杨瑜的手臂。她去哪儿，我也去哪儿。杨瑜吸引人的目光，那我就站在她旁边。那么，看到她的人，也不得不看到我。而且我会抢先一步说话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杨科，这是我姐姐杨瑜。仿佛强调了我的2个字，就真的能改变什么一样。我不能让所有人都只记得杨瑜，而忘了今天是属于杨科的嘉奖。虽然这可能也是无用功。宴会终了，我爸夸我，小科，你班主任跟我夸你性格沉稳，踏实，你做他的课代表，从来没出过错。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，在学校里这么讨老师喜欢啊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假如他参加过我的家长会，应该早就知道，我班主任教数学，而我是语文课代表。不过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很快我就要启程奔赴远方。我以为我的生活费会跟当年的哥姐平齐。当年，他们的每月的生活费是1500，但我只有1200。我问爸妈为什么给我定这个数字，我妈语重心长，今时不同往日，行业大环境不好，你爸爸的公司需要留出充足的现金流。再者，你哥该筹备结婚了，而且你姐在电视台的制装花销也不少。最后又免不了老调重弹，当年为了生我，家里缴纳了好大一笔费用，现在在我的生活费中扣出来，也是理所应当。爸爸还不到60，可是头发都花白了。我感恩他养育我长大，但是我又不是自愿出生的，离开家庭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以接受。甚至
我有些轻松，我可以做我自己，完全不必考虑我那优秀的哥姐当年是怎么做的，然后被人评判，你这里那里都不如他们。刚入学，大家还保持着学生思维，同一个寝室的人喜欢一起活动，有个妹子立志减肥，晚上带着我们一起去操场跑圈。除了瘦身，运动刺激多巴胺分泌，能调节情绪，缓解压力。我确实需要自我疏解，常年生活在优秀的哥姐阴影之下，不尽如人意这几个字，是我听到就会心悸的。跑完步，身体伸展，思想也能飘得更远一些。运动很累，半个学期之后，全寝室4个人，就只剩下我还在坚持。或许是无心栽柳，从前总是伏案学习，我有些轻微的驼背，但跑了1个学期的步，体态得到矫正，而且毛孔好像也收缩了不少。寒假回家的时候，杨鱼破天荒的夸了我一句：“A 是水土养人吗？杨科都变得像个女孩子了。”明明是跑步的功效，他却归因于气候。争论这些是无意义的。我嘟囔一句，反正是比家里好。过年之前，从前高中的同学免不了要聚餐，包括我在内，不少女生都已经变换了发型和着装风格。一眼望去，我居然不是变化最大的那个。唱 K 的时候，詹成故意坐到我身边，笑问：“杨科，我给你发消息，你怎么总是不回复？在忙？也不能忘了同桌吧？”我低着头，撒谎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很忙。没时间。詹成的目光暗淡下去，看得出来，他很失望。然而，从我在詹成眼中读到他对我姐姐的经验开始，也许是我执拗，也许是我嫉妒，反正我们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可能了。离家读书才几个月，我的卧室已经放了不少杂物，我挨个把它们挪出来。衣柜里有2个亚克力的收纳盒，乱七八糟的，塞的是杨鱼的化妆品。我喊他搬，他却懒得动。有朋友送的，还有商家赞助，我用不着。你丢了吧。这些彩妆有的都没开封，有的只用过1、2次，就此丢掉，未免浪费。我心疼糟践东西，但更多的是好奇，因为我妈妈职业的关系，打小家里就有化妆品，她不愿意让小孩子接触到太多化妆品，但杨鱼撒娇的时候，她会给自己心爱的女儿眉心涂一个红点。后来，杨鱼能歌善舞的天赋展露，我妈带着杨鱼四处培训比赛，每每都是亲手为她化妆。与之相对，我没有才艺，只会死读书。我也曾好奇妈妈的妆奁，却只能听到呵斥：“别乱动。”此刻，年幼时的好奇占据上风。我也可以试试化妆吗？虽然我的底子摆在那儿，上妆效果可能会惨不忍睹就是了。我把大部分化妆品通过2手 App 卖掉，但偷偷留下了几件。每天晚上，等家人睡了，悄悄打开台灯。初学者的手艺必然是惨不忍睹，不过我依然乐在其中。开学回校，趁寝室没人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偶尔练习。某次，在我顶着2条粗眉毛去卫生间洗漱的时候，恰好被隔壁寝室的一个女生撞见。她倒退1步，我进退两难。不过，在我为数不多的优点中，厚脸皮绝对算一个。我冲她笑了笑，自嘲：“不好意思，没吓到你吧？以前我都是自带滤镜的，今天忘给自己开美颜了。”这个蹩脚的笑话让她忍俊不禁：“你这个妆确实有点怪，要不让我给你画一个吧？我也在练习，但我手艺肯定比你好一点。”林白露喜欢捯饬化妆品，不只给自己画，更乐意在旁人身上实践。
他们寝室的姑娘被他画了一遍，现在看见手残的我，喜出望外，把满是瑕疵的五官暴露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，需要勇气。但林白露天生嘴甜，在他看来，我眼睛小，单眼皮，中庭长，下巴短的 bug， 统统不是问题。丢下一句，我觉得你的脸型很适合我最近学到的一种妆。然后，全包眼线，浓密型的假睫毛，浅棕色眼影，修容高光不要钱似的往脸上刷，浓妆的效果让我震惊。该说不说，林白露的手艺也确实只比我的好了那么一点点。不过两个新手小菜鸡都非常有恒心。大一的课程挺紧张，但我俩总能挤出时间来，一起琢磨该怎么化妆。各大博主的新手入门教程都被我们刷了个遍，摸索了几个月，试错无数，终于总结出了比较适合我们的妆容。林白露是个典型的南方妹子，娇小玲珑，妆容厚重会显得老气，所以她就走鬼马少女风格。至于我，脸型棱角分明，不适合淡妆，妆越浓烈，气场越足。最开始我还有些不自信，拉着林白露追问我这模化会不会太浓了。我妈和我姐也化妆，但不会把眼妆画得这么浓，杏眼桃腮，淡妆素抹，是大多数人的审美。但林白露挺满意，谁说世界上只能存在一种美？为了搭配妆容，她还拖着我去染头发，挑染齐耳短发居然当真塑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叛逆不羁。大一暑假，顶着这样的打扮回家，邻居阿姨几乎都不敢认我。这是杨科吗？读了大学，变化真不小啊。不过，我爸妈没空关心我，因为杨锦和苏月正式分手了，是苏月提的，理由是性格不合。杨锦每天在家长吁短叹，好不落寞。苏月发微信给我，她说，跟杨锦分手，就应该删掉与他相关的联系人。在删掉我之前，她想通知我一下。虽然只见了苏月2次，但我对她很有好感。我说，姐姐，先别删我，当年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，我能不能回请你一顿饭？过了很久，苏月才回复我，好。看得出来，苏月对我哥余情未了，我很佩服他拿得起，放得下，也暗中替我哥遗憾。这么通情达理的女朋友，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？见了面，苏月上上下下打量我一会儿，很肯定地说，我喜欢你的发色，小丫头好像突然长大了不少呢。我们吃到一半，苏月的几个朋友临时喊她去玩，她干脆带上我，一同赴约。众人不免好奇我的身份，苏月很无所谓地说，是前任的妹妹。不过，小姑娘脾气对我胃口，就带来了。你们可不准欺负她。2台 SUV 把我们拉到郊区的一座新开的度假山庄，妹子们聚在一起，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拍照。团队里唯一的男生是苏月的堂弟苏行之，是个眉目清秀的男生。他在国外读大3，平时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摄影。这种时候，他当仁不让，发挥才能，帮忙拍摄。所有人都拍完，苏行之喊我的名字，杨科，你也站到那束光线里吧。夏日纯粹的阳光穿过树荫，恰好落到苏行之指的那一处。可是，自从15岁拍过那张全家福写真之后，我就很少拍照了。即便跟大学室友出去玩，我也只是帮他们拍，很少让他们拍我。我瑟缩了下，笑道，我又不好看，有什么可拍的？但苏行之坚持说，没有不好看的模特，只有不称职的摄影师。你给我个面子。再说，你哪里不好看了？明明好看的吗？大概是苏行之笑容真诚，让我放下戒备。
又或者是苏月从旁指点，语气坚定，不容置疑。我照着苏月刚才摆过的姿势，也站到了光线里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居然是我的照片效果最好。苏月不吝惜夸奖，眼神还有点躲闪，但是姿势很棒。他的另一个朋友徐曼义好似发现了什么宝藏，连连夸我可堪调教。以素人来说，你的镜头表现力很不错，有没有意向做兼职模特？徐曼义与朋友合开女装网店，他觉得我很适合他家衣服的风格。反正暑假2个月也是无事可做，我爽快地答应下来。但我们谁都没想到，就在我拍完照的第1个星期，徐曼义的网店销量异军突起，类似款的商品，我拍摄的卖家秀，比其他人的销量多了3倍不止。很快，我收到徐曼义转来的一笔钱，作为酬劳，我只帮忙拍了4天，就拿到了2000元的薪水。对于学生来说，这个数字已经让我震惊。然而，还有更让人惊喜的事情。徐曼义问我，是否愿意再帮他的朋友拍摄，报价是1天800，但他要求比较高，也会累一点。我听说你是 X 大的学生，你要是嫌累，我就帮你拒了。最近我想报名学车，不好意思跟爸妈张口，兼职几天就可以把学费挣出来。说实话，很难不心动。我答应了，可能是新手自带好运 buff。我上网搜了许多抱怨兼职服装模特辛苦的帖子，但意想之中的挫折似乎并没有降临。我顺利帮徐曼义的朋友拍完，他又将我推荐给另一个摄影师。就这样，暑假过半，我攒够了学车的费用，甚至赚到了下个学期的生活费。我得承认，这个时候我是有点过于自信了。这也是我以后此生都时常警醒自己的一个道理，切莫得意忘形。其实现在想想，被偷拍并不算什么大事，但以当年我的心智来说，被吓得6神无主。对方不只发来了偷拍我在换一件只穿内衣的照片，还用词猥琐，要我跟他谈恋爱。我慌了手脚，第一个想法是报警，但在警局门口徘徊了半个小时，还是不敢进。羞窘之中，我想到了我爸。我记得杨瑜读高中那会儿，有个男生追她，每天尾随她上下学。他告诉我爸后，他每天拎着棒球棍守在学校门口，守了整整半个月。终于吓得那男生再也不敢骚扰。同样是女儿，同样是受了侮辱，我想当然地以为我爸也会为我撑腰。但是在看到那人给我发来的资讯后，他暴怒而起，一巴掌劈在我脸上。小小年纪，卖弄风骚，你还有脸跟我哭？滚！我们家没你这样寡廉鲜耻的女儿。我是私底下在书房求我爸的。他这一嚷，全家轰动。我妈看见照片之后，气白了脸，谁家大学生像你这样，不在家学习，跑出去丢人现眼，不正经。杨瑜在说风凉话，你这份兼职挺合理的。假如模特丑而衣服美，顾客才会觉得自己穿得更好看。杨锦道还有几分血性，要替我出头，但也是骂骂咧咧。爸妈莫给你生活费吗？你还要去外面赚钱？被所有的家人一致指责，我懵了。可我明明记得，17岁的杨瑜被人尾随，他回家跟爸妈哭诉，谁都没有骂他一句，反而都在哄他，说这不是他的错。魏石魔同样是女儿，魏石魔同样是遇到骚扰，我们的待遇天差地别，就因为她是人见人爱的漂亮孩子吗？美丽的人，是不是这个世界对她的恶意都会少很多？多年来的委屈和不甘爆发，我咬牙转身，跑出家门，脑袋后面是说你2句，你还离家出走了，长本事了。我当然不是离家出走，我有正经事要做，没有人陪也无所谓。
我自己去了警局，报案，做笔录，果然被推诿回来。X 大的学生，好学校啊，那怎么还被骗呢？你问处理结果，要不我打个电话，批评教育他几句，下回你换衣服也注意点。这样的处理结果不可能让我满意。我在公园哭坐一下午，决定不能就此甘休。我通过微信群找到了当天跟我一起兼职的女孩子，挨个询问她们有没有被骚扰，居然真被我找到了3个受害者，其中一位年仅17岁的小妹妹，因为害怕，甚至转给此人3000元封口费。我带着他们再次来到派出所，这次接待我的警官很和蔼，他当即查了那人的资料，并且帮我们立了案。不久，我得知了那个人渣被行政拘留5天的结果，是好消息，但我并没有多高兴，因为我是真的后怕。也许我妈说的对，我应该像大多数学生一样，老老实实的读书、考试，而不是肖想什么自力更生。我在家里闷了几天，家中紧张的气氛慢慢缓和下来。爸妈找我道歉，说不应该打我。作为学术型的父母，为了好好养孩子，他们买过不少教材。他们知道，父母不是圣贤，也会犯错，犯了错，也要跟孩子道歉。只不过，借机教育我，是免不了的。我妈长篇大论给我论证，爱慕虚荣，会让人滑向无底深渊。我爸主动提出要把我的生活费提高到1500。爸爸的公司确实周转困难，但我也不能看着你去做这种兼职。但他下一句就是小柯，看你姐姐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，你怎么就不能像你姐姐一样？我霎时握紧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，生疼。我怎么可能像姐姐一样呢？我没有她那么漂亮的脸蛋，所以得不到父母无条件的宠爱。我忍着泪说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让你们操心了。导员通知提前返校，我要先回学校。爸妈莫听出我的言外之意，只叮嘱我到学校后好好学习。打包行李的时候，我带走了一个铁盒，那里面装了很多零碎玩意儿，好看的糖纸，同学送我的明信片，还有我最喜欢的语文老师送我的印章，是我从小到大攒起来的，看起来一文不值，但它们都是我的宝贝。我珍而重之地将它们放进行李箱，就好像冥冥之中我知道，我再也不会回那个家一样。抵达空荡荡的寝室，我心中依然是沮丧的。手机一震，是苏月发过来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我看到了那个偷拍我换衣的猥琐男。苏行之反剪着此人的手，让他露出脸，而徐曼义对着镜头说了一句看好了，然后甩了一个耳光上去，嘴上骂骂咧咧。人家10几岁的小姑娘出来工作，赚点辛苦钱，容易吗？你哪来的脸偷拍他们？就你这种货色，再让我看见你一次，我揍一次。视频的最后，是举着手机的苏月也上去踹了一脚。苏月还发来一段语音，放心吧小柯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，我们替你教训过他了。这种人渣败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打电话过去询问究竟，苏月也尴尬了。原来你不知道啊？嗨，还不是我弟，听见人渣扬言要报复你，就告诉了曼义。他是个火爆性子，最喜欢打抱不平，所以我们就一起。苏月浅笑几声，呵呵，那啥，没事了，打人是坏事，小孩子不要学。我以为经过此事，我再也不会哭了，但很显然，我高估了自己。放下手机，酣畅淋漓哭了半天，哭完，郑重地给苏月回复，谢谢姐姐，我会记住这件事的，以后每遇到难过的坎儿，我都会记得，我有朋友在帮我。
苏月发过来一个笑脸，小柯，加油。据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艰难的时光，但我知道我不应该再害怕了。我继续在周末和节假日做兼职，而且吃一堑长一智，越发谨慎筛选拍摄。更多时候我会选择收入更少但也安全的寄拍。我不再向家里要钱了，爸妈给我转账，转一笔我退一笔，后来他们也不再转了。如果说兼职拍摄给我带来什么其他的益处，那大概就是提升了我的衣品。拍摄风格越多，我越能找准合适自己的定位，而且能快速搜索到最物超所值的商品。这回轮到我给林白露做买手了，我选什么她穿什么，几乎从不出错。大二寒假我只在家短暂地住了1周，就再次提前回校。反正家里有杨锦和杨瑜，我爸妈绝对不会寂寞，他们一家4口其乐融融，也蛮好。这个学期最值得我高兴的是苏月搬回 A 市，她本来就是 A 市人，当年在我老家的城市工作，无非为了杨锦，时不时她就喊我出去玩，点餐或者旅游。苏月会多花钱，我却总是悄悄补上，最后她也没办法，只能由着我。再后来苏行之毕业回国，暂住他家，我们3个时不时就出来聚一次。说来也是不凑巧，这天苏家姐弟到学校接我出去玩的时候，正撞上杨锦，他来 A 市出差，顺便看我，于是他就看到苏月挽着苏行之，而我挽着苏月，杨锦的脸一下子黑了。杨科，你不帮忙介绍一下这位男士吗？杨锦和苏月分手已经半年多，我一直以为杨锦早忘了苏月，毕竟我爸妈也在帮他张罗相亲，从没听见他拒绝。但是苏月却抢先道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跟你介绍？杨锦也不客气，我妹跟一个男人拉拉扯扯，我还不能问了吗？苏月冷笑，他是我男朋友。工具人很机灵，立刻点头。杨锦不怒反笑，他不再搭理苏月，转头对着苏行之，哥们，劝你别对他用情太深，他家里势利得很，不见得能看上你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俊朗阳光的哥哥用这等凉薄的语气说话。苏行之歪头看了看苏月铁青的脸，笑道，哥们，这事不劳你费心，我俩打小就住隔壁，关系铁得很，我们爸妈互相拿对方当亲生孩子养。你说他家里看不上你，那真太有眼光了，因为我也看不上你。这些话简直是在往杨锦肺管子上戳。他阴阳怪气地笑了几声，苏月，看来你情史很丰富多彩啊，分手就分手，拿什么性格不合当借口呢？你丫早就跟这小子重修就好了吧。脏话撂下，也不给人辩解的机会，他掉头就走，盯着他离去的背影。苏月一脸不敢置信，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杨锦和苏月分手别有隐情。我家的小公司在当地算是小有规模，但跟苏月的家庭根本没法比。所以即便苏月的父母很开明，仅仅提出了在他们看来非常合理的要求，但是对杨锦来说也是非常为难的。譬如苏家要求杨锦进入苏家的工厂，从底层的业务员做起，可是杨锦在我爸手下做小杨总，日子舒舒服服，怎么能适应？再比如苏家提出苏月和杨锦的第一个孩子必须跟母亲姓，如果我和月月只生一个呢，那也必须姓苏。杨锦想让苏家降低要求，可是苏家也很现实，下嫁女儿怕她委屈，考验女婿不是理所应当吗？几次谈判都没有结果，苏月决定友好分手，但她也表示
他会等杨锦1年。假如在这段时间内，杨锦能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，他会继续帮忙说服父母。毕竟是彼此的初恋，他已经给足了诚意和耐心。但此刻，苏月是真的死心了。她哭够了，慢慢平静下来。现在想一想，我爸妈恐怕早看清我们不合适，所以制造矛盾，故意刁难。小柯，当年我送你那套水乳，你哥就跟我吵了一架。他说那东西太便宜，问我是不是看不起他妹妹。我骂了他一毒。护肤品这种东西，只买对的，不买贵的。他不懂就谦虚一些，不问青红皂白跟我吵，反而显得他自卑又自负。果然，我爸妈跟他谈结婚的事，稍微施压，他就受不住了。苏行之在旁不满道：“姐，这人就是有毛病，自以为是，毫无礼貌。同样姓杨，小柯的性子就讨人喜欢。”我发誓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苏月也立刻抬起脸，可是苏行之很快补充道：“小柯要是男孩子就好了，要是姐你把他领回家，伯父肯定没意见，分分钟就张罗把你嫁出去。”苏月被气笑了，上手拧了一把他耳朵：“瞎说什么？行了，以后谁都不准再提他。我们身边只能有小柯一个姓杨的。原来是个误会。”我放下心来，随即自嘲地想，怎么会以为我讨苏行之的喜欢呢？我长得又不好看，他不可能喜欢我。从此，我也再没在杨锦口中听到苏月的名字。临近大2期末，我家出事了，雨天路滑，我爸在工厂里滑倒，从2楼摔下去，病情危重，我被紧急召了回去，连期末考试都申请了缓考。好在手术很成功，术后照顾病人，我妈是主力，哥哥姐姐与我轮换着帮忙，在医院陪床，相处的时间变多。有时候我妈无聊，也会跟我聊天。某天，她打量了我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：“你那个兼职的服装模特，还在做吗？”我嗯了一声，她点点头，似有所悟：“挺好的，你气质变了很多。”有一瞬间的冲动，我想跟我妈展开聊，比如这份兼职其实很辛苦，再比如几家公司都想跟我签固定合约，但我顾及学业，都没有签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无法向她敞开心扉。她是妈妈，可在我记忆中，她好像没有关心过我那么多。所以，不说就不说吧。这些事，我可以跟林白露他们分享。随着我爸病情好转，杨锦和杨瑜渐渐来医院少了。最开始是杨瑜加班，后来是杨锦要跟女友约会，照顾病人的责任好像都落到我身上。原本我不打算抱怨这件事，毕竟我成了父母的养育之恩。但有一天，去食堂打饭回来的时候，我听见隔壁床的阿姨夸我，她刚入院，大概以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。你女儿手脚麻利，打扮的也有气质，听说还是 X 大的学生，你真有福气。这是我第一回从陌生长辈的嘴里听到夸我长相的话，不止我惊讶，好像连我爸都有点无所适从。他哈哈一笑：我大女儿才漂亮，我大女儿在电视台，好多人追她，我不如姐姐漂亮，所以不如姐姐受宠。如果在从前，我肯定会逃避这个事实，但现在，不知打哪儿来的底气，我推开门，冲我爸咧嘴一笑。我爸说的没错，明天叫姐姐来陪床，顺便给阿姨看看吧。我爸必定是尴尬的，但我说到做到。第2天就约了朋友去打球，谁打电话都不接。回到家时，杨瑜的表情很难看。杨科，爸爸住院，你跑去打球？这么多年，杨瑜的美貌有增无减，
气势也是越来越足。若在从前，他一个眼神，我都会心里打鼓，但此刻，我没有半点畏惧。为什么我不能打球？你前天不也跟朋友去聚餐了吗？别想否认，你的朋友圈还在呢。杨雨柳眉倒竖，我说你还顶嘴？你知道我是你姐姐吗？我平静地顺着他的话，见面，我当然知道你是姐姐。所以，姐姐，麻烦你以身作则，照顾爸爸，你也别推卸责任啊。再一次，我妈展现出了和事佬的体质，她慢悠悠从卧室走出来，给我们的争执画下句号。吵什么？知道你们年轻人忙，我明天安排你爸出院。这段时间，杨锦和杨瑜都在谈恋爱，只不过两个人的对象，我爸妈都不满意。杨锦的女朋友康小茹年轻貌美，但学历很低。杨瑜的男朋友唐峰倒是工作体面，在某传媒公司做副总，但他足足比杨瑜大了15岁。最先爆雷的是唐峰，因为杨锦撞见唐峰和另一个女人在给孩子过生日，唐总根本还没有离婚。我爸妈和杨锦苦口婆心，劝杨瑜分手。杨瑜很淡定，我找老唐，是各取所需。我爸气急败坏，插足人家家庭，算怎么回事？杨瑜不屑一顾，有这个功夫，你们不如担心一下我哥。杨锦的表情立刻变得丰富多彩。杨瑜一语成谶。几天后，康小茹带着3个月的身孕来家里逼婚，气得我妈高血压都犯了。这回轮到我爸妈和杨瑜对阵杨锦，拜托他深思熟虑，跟康小茹一拍两散，一看就是冲着咱家钱来的。他的性子太泼辣，你镇不住。杨锦答应不结婚，不过康小茹也是有脑子的，她居然去找我爸的供应商，坐在人家的办公室里，哭天喊地，大骂姓杨的不是东西。于是，没办法，怕丢人，我爸妈又改口说必须尽快结婚。也不知道杨锦抽哪门子的风，结婚当天，硬是不肯出去接亲，一众家人逼他。杨锦皱眉道：“不是月月，我不结，孩子都有了，居然还惦记苏月。”我爸气得给了他一耳光，帖子都发了，客人都到了，现在说想着苏月，你早干嘛了？又没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。杨锦道：“你没拿刀架我脖子上，可是你还不如拿刀架我脖子上。”康小茹哪一点比得上月月？月月家的条件，我们不是达不到，可你偏说不接受。现在可好了，月月找了男朋友，我哪还有戏？这个时候，也许我该躲起来，远离事端，但是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，当年我被偷拍内衣照，全家人都在骂我，而苏月和苏行之帮我揍了那个人渣。或许是我不够善良吧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故作惊讶：“哥，你误会了，苏月根本没找男朋友，那天的男孩子是他堂弟。”他故意那么说，是为了气你。杨锦面如死灰：“你是说，我本来还有机会？”我妈气急败坏：“行了，苏月架子大，咱家供不起。杨锦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说到做到，把小茹娶了，给她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。”最后，杨锦是黑着脸去迎亲的，堵门、做游戏，都心不在焉。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当晚，新娘子听说这个插曲，嚷嚷着要跳楼，整座社区都在看笑话，包括我在内。只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苏月，对于她来讲，往事不可追，早点忘了杨锦这个人是好事。参加完婚礼，我再次返校，虽然人不在家，但家里的事情我了若指掌，因为我妈一肚子苦水，时常跟我叨。杨锦婚后
暂时与父母住一起。新婚夫妻3天一大吵，5天一大闹。杨宇也分别跟兄嫂闹得不可开交。我爸妈家在3个年轻人中间，难做得很。我妈抱怨完，破天荒夸了我一句，还是小柯乖巧，从不要这样呢，省得我们操心。多讽刺啊，我不像他们要这样呢。原因是什么？他们不知道吗？因为我要了也没有用，只有在前2个孩子让他们失望的情况下，他们才会想到我。我妈抱怨的多了，我也懒得再听，因为她完全没有问过我一句。大3了，小柯你以后想做什么？我的未来要自己考虑，毕业在即，我不想回老家工作，但如果留在 A 市，就必须有立足的资本。我把这个想法跟林白露讲了，他和我英雄所见略同，他居然打算做美妆博主。他的想法是在街头随机拦下路人，然后帮他们化妆，再用200元以内的服装给路人完成改造。他想给每个平凡的姑娘一次惊艳的机会。说完还不忘感谢我，要不是你一直陪我研究化妆和造型，我也不会有这个念头。我佩服林白露能把爱好当作事业，因此我不只作为路人，帮她拍了第1支视频，还参与了不少幕后的策划工作。至于摄影，我只是跟苏行之打听买什么装备合适，他人就过来帮忙了。大街上秋老虎热的人汗流浃背，但他毫无怨言，任劳任怨。其实我本来是有顾虑的，苏行之来拍摄，势必会见到我的素颜，我很怕看到我满是瑕疵的五官，他会露出和詹成一样的表情。哪怕因为妆容和服装越发有自己的风格，我也开始在学校里有了追求者。但我永远都记得，我那段戛然而止的初恋和暗恋，就是因为那个男生多看了杨瑜一眼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似乎也没有必要关注苏行之的想法。好与坏，美或丑，我都是我，我的价值不需要依托他的评价来判断。假如苏行之真的无法接受，那也只能说明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。想通这一点，素面朝天的我坦坦荡荡站到了苏行之的镜头前。然而他冲我微微一笑，毫无异样。我有点好奇，喂，苏行之，我不化妆是不是很不一样啊？你还能认出来吗？苏行之低头调试设备，心不在焉地回应我。一个人的眼神、姿态还有他的性情，都不是因为外表而更改的。杨科，你的眼神很特别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就算再怎么努力保持理智，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还是心里轻轻一颤。因为容貌，我在原生家庭受到了不胜其数的忽略。可是苏行之却与他们不同，是因为他太好，还是因为我的家人太过分？视频拍完，辞别苏行之，林白露跟我一同回学校。她笑嘻嘻地戳我，小哥哥好像对你不一样哦，他是不是有点喜欢你？我头都不回，别瞎说，只是普通朋友。林白露由不死心，能因为你一句话就在大太阳下面忙6、7个小时，这是普通朋友吗？杨科，你有点信心好不好？这次我有点犹豫了，到底是因为苏行之喜欢我，还是因为他为人热忱，待每个朋友都毫无保留？不得不承认，我有点愿意相信前者。然而粉红色的想法只在我脑子里盘旋了2天，就被期末考试周、视频后期、评奖评优等事情挤到后面去了。大3的那个寒假，恰逢我的小侄子出生。这个学期我做了隐形矫正，希望能改善我轻微凸起的前牙。康小茹发现我在戴牙套，问我这玩意儿贵不贵？有学生折扣，总共是4万多。我以为康小茹在跟我拉家常，但没想到她得知真实数字后，
当即就爆发了。前阵子公司经营不善，收入锐减，他要住月子中心，被杨锦一口回绝，向公婆哭诉，也只得到了一句：小茹，家里最近周转不灵，我们节省一点。现在康小茹一口咬定是我爸妈只把钱给我，而不给他。他戴牙套重要，还是我生孩子重要？你们一天到晚的偏心莫边了，我爸妈偏心我，这是我今生听过最好笑的笑话，不想让他误解。我哭笑不得地说，嫂子，我一直在做兼职，这1年多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我自己付的，我已经很久没向家里要钱了。但康小茹并不信，什么兼职能赚几万块钱？别骗人了，你爸妈平时贴补养与买奢侈品，打量我都不知道吗？你们家欺负人，就当我是软柿子。康小茹语调高，语速快，我妈的脸色立刻白了，看得出来，她在儿媳妇面前完全拿不出长辈的气势。于是我妈再一次展现了她无原则的和稀泥。小柯，把钱退了。我匪夷所思，妈，我弄我的牙齿，花我自己的钱，关嫂子什么事？我妈不耐烦，你这孩子，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哪来这么多话？弄牙齿又不着急，你这20年不也这磨过来了吗？啪的一声，我脑子里有根弦断了。是啊，前20年，被冷落，被无视，被牺牲，就这磨稀里糊涂的过了。但是，我不想再糊涂下去了。我盯着我妈疲倦的背影，和康小茹洋洋自得的笑脸。不好意思，我不退，我自己赚的钱，矫正我自己的牙齿，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，也不用听任何人的话，哪怕你是我妈妈。还有句话我放在心里默说，你不爱我，所以你不配做我妈妈。大年初3，我已经拎起箱子，踏上返校的路程。去年我只是从家里带走了我的私人物品，现在我把心也带走了。人真的是适应力很降的生物，就连失望，经历太多次，也是会习惯的。我平静地回到学校，按部就班地上课、兼职，准备投递实习的简历，再也不去想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任何一个人。说来也是凑巧，面试一家互联网大厂的时候，与我专业对口的职位没有面上，反而是市场部留下了我的简历。他们表示，对我曾经兼职模特和制作短视频的经验很感兴趣。于是，我被录取了。在一票拿到 offer 的学生中，我是学历最差的那一个。因为兼职经历，所以我对工作的内容上手很快，团队 leader 很满意，现客户也偶尔会带我。某次在见客户谈合作的时候，居然遇到了苏行之，挺久没看见他了。苏行之一改往日悠闲的装扮，穿上挺刮的衬衣和西装，挺像回事。两帮人会谈，我余光看到他的视线总往我这里飘，但我回看，他又一副认真做笔记的样子。专案断断续续谈了2个周才敲定，合同签完，苏行之给我发消息，出来吃个饭。最近苏月在热恋，没空搭理我，而苏行之开始在自家公司里就职，也忙得很。我们这个3人团队已经挺久没聚餐了，单独与他吃饭，我有些忐忑，但我对自己说，杨科，别自作多情，说不定他只是为了工作。我们约的是一家轻食简餐，周遭都是附近的上班族，气氛可谓一点都不暧昧，说不上来是失望还是放心。反正我跟他聊了不少，但我低估了苏行之的心机。当服务生送过来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，我在迟钝，也明白他的用意了。苏行之看着我，认真道，杨科，我每次见你，你都会变化一点，这让我很惊喜，也忍不住想多了解你。
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被当众表白。我慌乱一瞬，但随即冷静下来。要答应吗？我的确有些喜欢苏行之，可是我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苏行之仿佛被问住了。喜欢一个人，需要理由吗？如果非要理由的话，可能是因为小柯就是很讨人喜欢啊，靠自己的努力去兼职，吃苦也没有抱怨。被偷拍，很多人不敢声张，只有你站出来报案，甚至还帮其他人主持公道。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女孩子，所以我愿意对你好一点，你值得更好的一切。我从来没想过苏行之会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被他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很难让我不感动。我扬起微笑。好，大4这年的国庆假期，苏月和男友也修成了正果。婚礼上，他故意安排我和苏行之做伴郎伴娘，丢手捧花的环节也改成直接把花往他手里放。老弟加油，你女朋友我很喜欢，你能不能娶她回家，就看你本事了。在台上的我，感觉脸颊上一片滚烫，但是苏行之却脸皮比我还厚。他很诚恳地说，姐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以至于我都忘了我还有一个不省心的家庭。婚礼结束，大半夜，我妈突然打电话问我手里有没有钱，有多少都拿出来。是杨锦出了事，公司的某个经销商涉嫌合同诈骗，牵连到了杨锦，人已经被请去喝茶了。家里现在一团乱，爸妈四处筹钱，我的确攒了不小的一笔钱，但是我多留了个心眼儿。我说，妈，姐姐出钱了吗？我妈叹气，她是合同工，能赚多少？她男朋友能给的也有限，你一直在做兼职，应该有积蓄，4万块钱的牙齿都做了。小柯，家人有麻烦，你不能推辞。大道理，又是大道理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但他自己都做不到。我似笑非笑地质疑，家人有麻烦，要互相帮助。妈，我做兼职被骗的时候，你们谁陪我去报案了吗？爸爸还打我了一巴掌呢。你们可以拒绝帮我，我也可以拒绝帮你们啊。在我妈你这孩子怎么记仇的骂声中，我挂掉电话。本来不想管的，但林白露提醒我，你最好回去看看，姿态还是要做。你现在末毕业，户籍还放家里，虽然我也说不好会不会有影响，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趁这个机会去把户籍迁出来也好。所以我还是抽空回了家。家里确实是一团乱，我爸的腿脚没好利索，就要每天来回奔波。我妈焦头烂额，一下子老了10岁。好在杨锦的案子不算太糟糕，把空缺的钱补上，还有很大的转机。为此，家里不得不卖掉一套房产，又把公司关停。钱款到账的时候，可能是错觉，我看到康小茹的眼底划过一丝阴郁。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但谁都莫想到，当晚她居然取出了这笔能救自己丈夫于囹圄的钱，卷款而逃，不知去向，留下了不到1岁的婴儿，还有一张离婚协议。经此变故，我爸妈不得不再次想办法筹钱，把家底几乎掏空了，终于换得杨锦平安回家。她整个人显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头发凌乱，双目猩红。我爸妈还在她耳边念叨，左一个，康小茹这女人心术不正，当年就不该让她进门；又一个，报案吧，就说她盗窃，大概是嫌烦。杨锦豁然站起，怒道，我说了不想跟他结婚的，都是你们逼我。他咬牙切齿，似是疯了。你们当年劝我跟苏月分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媳妇跑了，
留下个孩子，公司没了，我现在还不如死了干净。眼见儿子自暴自弃，我爸急火攻心，敲着轮椅大吼：够了，你去苏家当上门女婿，我的产业交给谁？杨锦剧烈的喘息，双手捏成拳头，随便给谁都行。你们不是有3个孩子吗？杨科年纪小，杨宇总能接手吧？为什么要断了我的幸福？大概是被气晕了头脑。我爸恨道：杨瑜是女孩子，怎么能交给她？话音将落，客厅里一片死寂，众人面面相觑。杨瑜的脸上露出一种很奇异的笑容，他悠悠道：爸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女孩子，就不能继承你的公司吗？我爸偏过头，冷冷道：别惦记你哥的东西。杨宇脸上还在笑，但眼底已经蓄满泪水，语无伦次。小时候，我和我哥抢吃的，抢玩具，你们都让着我的。我明明跟哥哥一样，都是你们的孩子。我爸疲惫摆手：这些个小东西，让一让你无所谓。女孩子嘛，宠一宠也行，但是我辛苦攒下来的家业，你就不要想了。我和你妈辛辛苦苦安排你学艺术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一直以来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，都以为他们是及格的父母，哪怕对我有所忽略，至少让我衣食无忧。而他们对杨锦和杨瑜，更是无微不至，请最好的老师为他们补习，给他们买最昂贵的玩具，甚至把杨瑜送去学艺术，10几万的培训费丢进去，眼睛都不眨。可是这一切，居然是另有隐情。安排儿子读商科，安排女儿学主持，不是因为支持她追逐梦想，而是因为需要确保女儿不会觊觎他们的家业。杨瑜眉目都扭曲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们很疼我，凭什么？同样是你们的骨肉，我们还是双胞胎，为什么要区别对待？大概是窗户纸终于被戳破，我妈也懒得再装了。孩子，我们是疼你，但是你跟你哥没法比，你也是沾了你哥的光。你看看小柯，再看看你，就应该知道，我们已经对你足够好了，你要知足。他在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最冷酷的话。杨瑜的脸色惨白，他不像我，在每一天的成长中，都对家人积累一分心痛和失望。27年来，她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公主，美丽、聪慧、骄傲、自信，对父母充满了尊重。与她同胞的哥哥，手足情深，她的生活里只有唾手可得的宠爱，从未品尝过冷落的滋味。可是真相揭开，原来她不过是得到了父母施舍的宠爱。她的人生走向，都是为了遵从于父母对另一个孩子的安排。被最爱的人伤害，才是最痛的。此刻对杨瑜来讲，无疑是灭顶之灾。他璀璨完美的人生，他忠诚纯洁的信仰，在转瞬之间土崩瓦解，彻底崩溃。杨瑜是哭着跑出家门的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他的感情都很复杂，有羡慕，有嫉妒，也有少许的恨。但是现在，我同情他。我看了看对杨锦恨铁不成钢和爱之深责之切的父母，心想，爸妈，这次我是真的要永远离开你们了。而且我猜杨瑜也会离开你们的。在你们给亲生儿女划分3、6、9等的时候，就应该会想到有这样的一天。毕业季，我第一个签好3方协议，是本届拿到最令人羡慕 offer 的学生之一，也是本届的优秀毕业生。至于林白露，她的视频很火，甚至火到电视台邀请她去参加访谈。林白露喊我陪她同去。候场的时候，化妆师好奇地问我，你的名字是《鹿鼎记》里阿珂的那个珂吗？有什么寓意啊？
我笑了笑，柯是比美玉要坚强的石头。或许我是一块顽石，造物主创造我伊始，或许我比不上那些娇贵而美丽的玉石，但做一块石头也有自己的好处，至少可以无惧风雨，百折不挠。直到上台，我才明白林白露为什么要带上我，因为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是我最熟悉的一个人，我的姐姐杨瑜。我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，短短半年不到，她受到行销鼓励，表情也有些隐约的愤世嫉俗。见到我，她也是惊愕的，恐怕并没有想到，那个在她身后亦步亦趋的丑小孩，也居然也有闪闪发光的一天。杨瑜在念台本，你们的视频被各大媒体转载，获得了极高的好评，是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决定给路人变装呢？林白露示意我开口，因为我们想要给所有五官平凡的人一个机会，在人群中闪耀。很多时候，长得好看的人自带光环，而那些不那么好看的人却会被残忍的无视。譬如我是家里最丑的小孩，所以最不受宠爱。我的哥哥姐姐可以恣意跟父母撒娇，我却不可以。即便病了，也会被妈妈要求忍着。明明都是父母的孩子，却不被一视同仁，这种痛苦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观众席上发出一阵阵唏嘘，不过我已经不在意了。我平静地注视着杨瑜，因为我走出了原生家庭，我遇到了很好的朋友，也遇到了更好的恋人。未来，我还会做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所以，他们不爱我，没关系，我有能力好好爱自己。节目录完，杨瑜在化妆间找到我。自从那次大闹，他就搬出了家里。小柯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杨瑜精致描画的美丽的脸上，第一次露出了歉疚的表情。对不起，我并没有意识到你受到了这些伤害，但我现在明白了。因为我和你一样，都得不到爸妈的重视。可是，他们凭什么偏心？凭什么不爱我们？也不看看杨锦现在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。从杨瑜嘴里听到偏心两字，挺有趣。我打断他，姐姐，这样的偏心，你不过是最近刚刚体会。我已经体会了21年。在我生病，爸妈不关心的时候，你在无视；在我做兼职被骗的时候，你在挖苦；在我因为容貌而自卑的时候，你在我脆弱的心上扎刀。你不过是从施暴者变为受害者罢了。所以很抱歉，我不能跟你共情，而且我也不想再看到你了。杨瑜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辩解，但我不想听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惊讶地发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羡慕杨瑜了。打小，我就羡慕她长得美，人见人爱。我也羡慕妈妈给她涂上亮晶晶的眼影，然后耐心叮嘱，等会儿上台表演，可别紧张。她拿奖杯的时候，妈妈还会温柔鼓励，小鱼做得真好。我无数次想过，如果我也像姐姐一样漂亮，我的人生会不会容易一些？但是，人生没有捷径，我为自己选择的路也蛮好。我轻轻推开杨瑜，冲不远处的人挥了挥手。那里，苏月捧着孕肚，跟林白露在说什么。苏行之手持相机，对我扬起笑容。每个人都为我的成就而喜悦，他们才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家人。虽然没有血缘牵绊，但我们的心在一起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会暗无光的过去，不再重要了，因为我一定会有璀璨生辉的未来。我翘起嘴角，神清气爽地对杨瑜说，姐姐，再见了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。你看，他们都在等着我呢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
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